我还记得当初去新加坡开始读书的时候，哭了好几个月，就是说想家嘛。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去另外一个国家读书，而且是一个人。这天是陈爱晶回老家奔真的日子，每个月她都会抽空回去一趟。现在的话，一般上是可能每3到5周吧，就会回来一趟。如果工作不会太繁忙的话，就会争取时间回来一趟看父母啦。来，拿先来。爱晶在马来西亚出生，1983年开始来新加坡上中学，直到大学毕业。后来还在新加坡工作、结婚，落地生根。当时还是蛮幸运的，因为我住在我父亲的好朋友的同事的家，那他家人一起住，然后每天就是很靠近我们的中学，然后每天就是上下学的话就很方便。为什么到时候会有这个决定？当时候老实说也不大清楚，就是跟着父母的这个安排吧。我女儿在这边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她考那个 UBSR 得到全 A 所以我就替她申请这个新加坡的亚细安奖学金。亚细安奖学金，她就去考试了，考了会被录取了，去问话。不过问话了以后因为英文程度不够水准，就被撤下来。所以我就想到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把女儿放到新加坡去，给她进修英文这样。爱晶当时只有周末才会回马来西亚，那时候只有一条巴士路线来回新加坡和新山。而在长堤通关用的是一本特别的蓝色护照。当时我们过关卡的话是有一本护照，我记得是蓝色的护照，只能够前往新加坡用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只有这2个国家出入。课外活动结束过后呢，就是大概中午的时间，一般上就是去到乌兰关卡等170，只有1个巴士。有时候是等挺久，那如果是太久的话呢，太多人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走路过长堤，大概是20多30分钟左右吧，然后就进到马来西亚关卡。如今虽然不再需要使用蓝色护照过关卡，但是从新加坡返回家乡的流程依然相似。过了乌兰关卡，爱晶得从新山关卡搭巴士到拉庆中央车站之后，再转车搭巴士到奔真，单车程就需要约2个小时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现在关卡有了新大楼，巴士总站也在新的地点。而每当他踏上回家的旅途，都不免回忆起当年来回新马念书的时光。一般上周日回去新加坡的话，会很多人。我们都是去到新山的那个总巴士站去买票，买了票的话就排长龙，就等巴士170过来。有时候可能要等上半个小时吧，才有机会上到巴士。那有时候呢，我是会去我同学的家，那就是星期天晚上。如果是星期一早上出发的话，我们有时候是大概5点半就要起身了，然后换好校服，准备了我们的要带的那些课本然后就直接去到新加坡。会不会辛苦？其实老实说，当时不觉得辛苦，因为很兴奋嘛。回到家里见父母的话，跟父母相处的时间的确是不多。我还记得当初去新加坡开始读书的时候，哭了好几个月，就是说想家嘛。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去另外一个国家读书，而且是一个人。虽然现在来回新马的人潮比以前多，但是爱晶觉得通关的效率提高不少，乘搭公共交通也更加便利。公共交通也是挺方便的，目前是每半个小时都有巴士能够搭。如果是搭巴士的话，尽量会避免周五下午繁忙时间，那一般上都是周六下午过了3点才会回来。
其实，爱晶的父亲也是从中学时期开始到新加坡求学，直到大学毕业，为了继承家业，才回到笨珍工作。这个是中学毕业的那个证书啊，那时候很简单。1959年，那时候我是进到那个德兴中学，在汤森路那边，那个警察训练学院的对面。当时就是因为一切都是很简单呐，车辆也少，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过到长堤了。啊，有时候等不到巴士来，我们还是用走路过来的。啊，因为那时候的新山的那个关卡就在这个长堤的旁边嘛，那时候也不用 passport 啊，什么都不用。当时的长堤是很狭窄的，2条路而已，一条通道罢了，一来一去这样的，很窄的，跟一条火车路。那么那时候车辆也少，来来往往的人也少，直到1970多年的时候，我在新山做工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才慢慢开始热闹起来，车辆也多。那时候的退换率还是1对1的，所以就没有这么像现在这样啊，每个人都赶着去新加坡做工，赚3倍。年少时和父母聚少离多，所以现在他经常回老家。除了见父母一面，也为了从小吃到大的道地笨珍云吞面。美食是联络感情的桥梁，他也会打包这些特色美食回去给孩子吃，共享家乡好滋味。这个长堤对我人生影响非常大，从中学开始到现在都对我非常重要。因为中学的时候就是依赖长堤回到马来西亚见父母，然后也是因为有长堤才能够去新加坡读书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它是我每个周末要回来见父母的一个桥梁。